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。今天分享奥斯纳布吕克大学与索邦大学的最新成果。研究发现，极简任务能揭示循环神经网络的涌现能力，模型自发演化出了路径积分，并实现了对象与位置的动态绑定。即便在零权重更新下，预测性能依然精准。这为理解世界模型和上下文学习提供了新基石。在探讨这些涌现能力之前，我们需要理解智能体如何构建对世界的认知。无论是自然生命还是人工智能，预测未来环境都是其面临的共同挑战。这要求智能体必须具备从感官碎片中拼凑全貌的能力，并能在海量杂乱的数据流中，通过复杂的逻辑分析寻找潜在规律。这种对规律的提取是所有高级预测任务的起点。面对庞大的世界模型，主流预测模型的内部机制依然是一个黑盒。虽然模型能给出精准的外部预测，但其内部如何编码关联和提取信息仍不可见。这种内部结构化表征的缺失，让我们难以洞察智能运作的真实逻辑。为了看透黑盒，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极简的硅片实验环境。这里剥离了复杂的视觉干扰以及冗余的语义绑定，专门探究动作条件下的序列预测。这种设计过滤掉了无关表象，使纯粹的序列与空间逻辑能够以最直接的方式显现。在具体设置上，研究者构建了一个无限可能的 2D 极简世界。在正负4之间的连续空间内，随机散布着4到6个字母令牌。利用26个字母的全空间组合，这个环境能生成海量的唯一场景，确保模型面对的是超大规模的预测挑战。在这种极简环境中，每一次移动都对应一次预测任务。模型仅接收当前字母和相对位移向量作为输入。例如，从字母 W 出发并执行特定位移，模型必须预测目标位置的未知字母。这种设置剥离了视觉参考，迫使模型必须在内部通过逻辑推演来识别空间结构。为了实现精准预测，研究团队采用了高效的门控循环单元，也就是 GRU 架构。核心由3层深度循环网络构成，隐藏状态达到512维。输入端使用26维的 one-hot 编码处理字母，并设定了单次100步的测试序列长度。这种精简高效的设计，为模型在复杂序列中提取逻辑提供了算力基础。在权重被完全冻结的情况下，该模型展现了强大的自主进化能力。通过折线图可以看到，随着序列步数的增加，预测准确率在20步内急剧上升。在对500个全新场景的测试中，模型仅需大约35步就能达到接近100%的峰值收敛。这意味着模型即便不更新权重，也能仅凭当前的上下文迅速掌握场景规律。即便面对从未见过的位移指令，模型的表现依然令人惊叹。实验结果显示，其预测准确率达到了 99.2%， 即使轨迹在前100步从未出现过，模型依然能精准命中目标字母。这有力证明了模型并非通过记忆特定的运动路径来完成任务，而是在其内部构建了一个全局绝对坐标系，实现了真正的空间泛化。为了揭开高准确率背后的秘密，研究者深入剖析了模型的内部机制。结果显示，模型并未死记硬背，而是自发演化出了2种高级认知机制。首先是路径积分，让模型在空间移动中能够实时追踪自身位置。其次是位置与标签的动态绑定，将特定字母准确地关联到坐标点。这2大机制协同工作，共同构成了智能预测的底层逻辑。在路径积分机制的作用下，模型实现了从相对位移到绝对坐标的逆推。虽然输入端只给了位移指令，但解码分析显示，网络第一层及 Layer 0就已经实现了100%的绝对位置预测。这意味着在没有任何绝对坐标输入的情况下，模型在深层自动完成了空间自校准，能够精准掌握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。模型之所以选择动态绑定而非全图谱记忆，关键在于空间效率的飞跃。传统的全图谱记忆需要存储所有可能的节点转移，其复杂度高达 O(n) 的平方。相比之下，字典式的动态绑定仅需关联位置与标签，复杂度成功降低至 O(n)。这种线性复杂度的设计极大节省了内存，并让模型能够完美支持零样本推理。在具体实现上，模型通过深层激活状态将标签定在坐标上。
这种动态绑定不需要进行任何权重更新，而是通过内部的瞬时激活形成极高强度的关联。这种机制像是在大脑中建立了一个实时的位置标签字典，让模型能瞬间记住新遇到的字母与其所在坐标的关系。为了证明绑定结构的真实性，研究者进行了联合解码实验。数据表明，匹配元组的解码率显著高于基准线，相比之下，不匹配元组的解码率则完全没有增益。这种显著的排他性提升，有力地排除了特征偶然叠加的可能性，确认了位置与标签之间存在深层且稳固的绑定机制。在确认了绑定机制后，研究者进一步通过3项严苛挑战来探究记忆极限。首先是令牌替换，观察模型对信息的更新能力；其次是中途新增令牌，测试其学习的灵活性；最后是空间极限泛化，检验模型能否应对从未见过的分布。这些压力测试将全面验证该机制在复杂干扰下的稳定性和边界。第一项挑战揭示了新旧记忆的拉锯战。在第35步强行改变某位置的字母后，模型表现出了极强的记忆稳定性。柱状图显示，在35到65步之间，错误主要源于模型仍在固执地预测原始标签，直到180步之后，新记忆才彻底覆盖旧记忆。这证明模型的存储机制并非脆弱的直接复写，而是具有显著的抗干扰能力。在第二项挑战中，模型展现了永恒的学习弹性。无论是在第35步还是第100步加入全新的未知令牌，模型虽然会出现短暂的准确率下跌，但都能在约50步内迅速恢复。这说明网络的可塑性非常稳定，不会随着序列时间的推移而衰减，不存在所谓的关键期限制。第3项挑战证明了该机制具备打破舒适区的能力。即使某些字母在训练时只出现在右下角，模型在测试时也能在任何象限对其实现瞬间识别。这种基于规则的泛化并不依赖特定的空间经验，而是展示了一种任意绑定的能力，使模型能自如应对从未见过的空间分布。这些发现让模型超越了简单的缓存假设，构建出了真正的系统性关系记忆。通过角色与填充物的绑定，模型具备了结构化表达能力。实验证明，即便在分布式的权重中，也能自发演化出这种系统性的变量绑定。这标志着神经网络在处理复杂逻辑关系时，正从碎片化的联想向结构化的理解跨越。行动驱动预测，预测最终构建了世界通过输入当前令牌与位移这2个基础原料模型，孕育出了路径计算与动态绑定这2大核心能力。这4个环节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涌现世界模型。这种闭环机制让智能体不仅能被动接收信息，更能在主动探索中构建出稳定的空间逻辑。这种极简模型揭示了复杂系统的通用法则。它不仅为认知科学提供了新起点，也为理解更复杂的人工智能架构，如 Transformer 中的注意力机制，提供了底层的参考。这种基于行动预测的闭环，为生物体如何感知世界提供了有力的硅基证据，打破了不同智能形态之间的理解隔阂。这项研究最终证明，极简任务足以揭示路径积分的涌现机制。通过 GRU 模型在2维空间中的表现，验证了空间坐标与标签的线性绑定效率。这不仅解释了智能体如何构建心智地图，也为未来开发具身智能提供了关键启示。后续可重点关注此类结构化表征在多模态大模型中的演化路径。